你相信奇迹吗？还是你觉得所谓的奇迹只是少数幸运的专利？如果我告诉你有一个医生，他完全没有见过病人，甚至没有踏进病房一步，却治愈了一整间医院里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罪犯，你会相信吗？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这却是在夏威夷州立医院真实发生过的记录。而这个医生所使用的方法不是药物，不是手术，甚至不是心理咨商，而是4句简单到不可思议的话。今天我们要讲的不是枯燥的理论，而是一个关于清理与重生的真实故事。故事的主角除了这位神秘的医生，还有一位我们都很熟悉的人，《秘密》这本书的作者乔·维泰利。在他成为身价1000万的畅销作家之前，他曾经是一个无家可归、对生活充满愤怒的流浪汉。他将带领我们一步步揭开这个能让所有问题归零的终极秘密。如果你现在正为了金钱烦恼，为了人际关系痛苦，或者觉得人生卡在某个关卡过不去，请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这4句话可能会成为你扭转命运的钥匙。故事要回到多年前，当时的乔·维泰利正处于人生的最低谷。你能想象吗？一个后来教导大家如何吸引财富的人，当时却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他住在公共图书馆的角落，或者睡在办公大楼的楼梯间，每天醒来面对的都是匮乏与绝望。他愤世嫉俗，觉得上帝遗弃了他，觉得这个世界欠他一个公道。即使后来他勉强找到工作，开始写作，那种深层的焦虑依然像影子一样跟着他。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跟他说了一个传闻：嘿，乔，我听说有一个心理学家治好了一整间犯罪精神病院的病人，但他从来没有帮病人看诊过。乔的第一个反应是，这绝对是骗人的。他是受过训练的逻辑思考者，这种事违反了所有科学常识。心理医生怎么可能不见病人就能治病？这一定是某种都市传说。但是这个传闻不断地出现，人们说那间医院原本像是人间炼狱，那是专门收容杀人犯、强暴犯等重度精神病患的特别病房。那里的墙壁从来抹干净过，空气中充满了暴力之气。护士们每个月都请病假，因为害怕被攻击，连油漆工都不敢进去工作。那里是一个被社会遗忘、充满恐惧的地方。然而自从这位名叫休·兰博士的医生来了之后，奇迹开始显化。几个月后，原本需要戴上手铐脚镣的重刑犯开始被允许自由走动，原本依赖重度镇定剂的病人开始停药了，甚至那些被判定永远不可能出院的绝望案例竟然一个接一个康复回家了。最后因为病人都痊愈了，这间精神病院竟然面临了没有病人而必须关闭的命运。这太震撼了。乔·维泰利决定他必须亲自去见这个人，他要揭穿这个骗局，或者他要学会这个魔法。当乔终于找到休·兰博士时，他惊讶地发现，这位传说中的神医看起来就像一位普通的邻家老爷爷，眼神清澈，充满了平静与慈悲。乔单刀直入地问：博士，你真的没有见过那些病人吗？休·兰博士微笑着回答：我没有进行传统的治疗，我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看着他们的病历表。那你看着病历表的时候到底做了什么？乔追问，他感觉自己快要触碰到真相了。博士说了一句让乔也让我们所有人都深思的话：我只是在清理我内在那些共同的记忆。休·兰博士解释，这个世界的一切其实都是我们潜意识记忆的投影，就像电影放映机与银幕的关系。如果你看到银幕上有雨点，也就是你看到了杀人犯，看到了疯子，或者看到了贫穷与痛苦，你去擦银幕是没有用的，因为问题不在银幕上，问题在放映机里的底片上。那个底片就是我们内在的记忆。博士说，当我看着病历表，看到这个人杀了人，我不是去批判他，而是问我自己，我的内在有什么样的黑暗显化出了这个人的罪行？
我的潜意识里累积了什么样的记忆，让我看见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和欧波诺波诺，也就是零极限的核心心法。我们要为自己生命中出现的一切负起100%的责任。注意哦，是100%。这不是说那是你的错，而是说，既然这个问题出现在你的实相里，那就是你的责任去清理它。于是，休兰博士对着病历表里的每一个名字，不断地在心里对着神性说4句话来清理这些记忆。这4句话是：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他在说对不起，因为我内在的某些记忆造成了这个问题的显化。请原谅我，因为我一直忽略了这些记忆。谢谢你，帮我把这些记忆浮现出来，让我看到。我爱你，用爱将这些能量回归于零。当医生清理了自己的内在，外在的病人也跟着痊愈了。因为在灵性的层面上，我们都是一体的。乔·维泰利听完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他回想起自己流浪街头的日子，他总是怪罪社会，怪罪经济，怪罪运气。但休兰博士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内在记忆的重播。如果不清理，这些记忆就会一直循环，就像那台坏掉的收音机，永远只能收到杂讯。乔开始在生活中疯狂地实践这4句话。当他收到巨额账单，感到胃痛焦虑时，他不抱怨，而是看着账单说：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他在清理自己对金钱匮乏的记忆。当他遇到无理取闹的合作伙伴时，他不争吵，而是在心里清理自己觉得被冒犯的记忆。结果发生了什么事？就像金凯瑞相信显化支票一样，乔·维泰利发现，当他把内在的垃圾清理干净，他就不需要去苦苦追求什么，灵感开始涌入，机会开始自动找上门。原本卡住的书稿合约突然通过了，意想不到的财富管道打开了。他从一个充满怨气的流浪汉变成了心灵平静的千万富翁。这就是所谓的零状态。当杂讯消失，神性的光芒自然会照进来。你可能会问，这4句话真的有这么大的魔力吗？其实，这4句话就像是心灵的删除键。对不起和请原谅我，是放下我们的傲慢与防卫，承认责任。谢谢你，是表达感恩，这能瞬间提高我们的频率。我爱你，则是宇宙中最强大的疗愈能量，能融化一切阻碍。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现在觉得生活很累，好像怎么努力都在原地打转，不妨试试看这个方法。你不必非要相信它，就像你不需要懂电路原理也能开灯一样，你只需要去做。下次当你为了钱烦恼时，对着那个烦恼的感觉说这4句话。当你和另一半吵架时，先停下来，在心里默念这4句话。不用针对特定的人，只要对着那份不舒服的感觉清理就可以了。试着做1个礼拜看看，也许你会发现，那个一直找你麻烦的主管突然变客气了。也许你会发现，那笔卡住的款项突然入账了。又或者，最重要的是，你会感觉到心里那个沉重的石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平静。如果你想更深入了解这场发生在精神病院的奇迹对话，或是想知道乔·维泰利如何将这个心法运用在财富与健康上，我非常推荐你阅读《零极限》以及他的续作《心灵极限》。书里面记录了更多当时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细节，也许能给你更多的力量。就像休兰博士说的，平静从我开始。只要你变了，你的世界就会跟着变。如果你也愿意尝试这4句魔法咒语，请在留言区写下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让我们一起清理内在的记忆，让奇迹发生。这里是心流时刻，我是你的内在小精灵，愿平静与你同在，从现在开始，直到永远。由心流时刻制作，欢迎留言、按赞、订阅，让我们一起前行。